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ngel 周周的频道。我是一名上海律师，因为嫁给台湾老公来台湾已经生活快4年了。在这4年间，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一名全能的妈妈。终于在前几天，我获得了一个比赛的首奖。哎呦，什么？其实是台湾新著名的影音类比赛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咸鱼翻身哦。就在颁奖完的这个周末，我就发现很多 YouTuber 他们已经上传了这次颁奖典礼的花絮，一些感想。不得不说啊，咱们中国大陆人非常的卷到台湾来了，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温吞。然后我先生说，只要过2周，等大家都忘了这事，你再说吗？挺有道理的。好，那这次我就快的给大家即兴的分享一下我这次创作背后的故事吧。也很感谢，就是我先生他有请假陪我一起去参加这个颁奖典礼，还机会哦！我比我想象的紧张，我真的是快到那个颁奖典礼的现场的时候，开始有那种要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的那种实感。然后到现场我就发现，哎呀，那些比我人气高很多的 YouTuber 们，他们都拿着他们的拍摄器一直在拍。那个时候的心情我很难一心多用，就好在我先生有陪我一起去嘛。然后我上台的时候，他就帮我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拍摄，然后发到家族的群里，也发给了我爸爸。限于手机的那个有限啊，所以拍的就是也很糊。然后我爸爸就在群里面就很淡淡的回说听不太清楚，就给他发说爸爸我是第1名。然后我爸恭喜你呀！做爸爸就是这样子，在语言表达上非常的吝啬。我妈妈她还在的话，她一定会12分的那种热情来赞美我。问我说这次得到首奖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谁，也就剩下我老爹了吧。像今年暑假我们不是回去嘛，最不想被问到的其实就是你在台湾做什么。会有一些你知道那种不是那么熟，但是呢又是跟你有亲戚关系的人，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好像关心你一下，你这个律师工作要怎么办呀？我爸就一听不是律师工作被荒废了吗？他也觉得可惜。那他这么一说，那我听了也不是很开心。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现在有开始做 YouTube 频道，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。就我这句话还没说完，我爸就更激动了，那你还是要吃饭的呀。我就得把这个理想这2个字瞬间硬吞到肚子里。就像这次比赛的评审说的那样，入围是肯定，得奖是荣耀。有人可能会觉得你也太不务正业了吧，甚至有人在我的频道下方留言说我是2面人。好在奶爸哥哥竟然有看到这则留言还帮我回了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太有才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多面性。我上个礼拜还完成了我人生的第1支小动画，我是一张一张的画，虽然还非常的粗糙。我觉得人就是不要框限在别人对你设定的这个标签里面，就是要不断的挑战。不过呢，我也一度的陷入冒牌者症候群的状态当中。你不会对我们的理念有所怀疑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怀疑自己。后来也想到说，就算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是评审是专业的呀，法庭还讲证据，那评审的评判标准当然是有依有据的嘛。就冲这一点，我也应该要自信起来，至少我的这一个作品是得到肯定的。我很感谢的是，就是颁奖完以后呢，我的频道开始慢慢陆续呢会增加了一些订阅人数，也有一些观众他们就会给我留言表示祝贺。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有新闻啊？然后我就自己去检索了一下，这一检索不得了，我一看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哪个女生不希望自己是光鲜亮丽，看起来特别自信美丽？然而我的那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，天哪，真的是笑得比哭还难看，周围都笑得如此的阳光灿烂。可能也有不少人会觉得说，你用这3分钟的影片就换得20万的大奖。但从我的角度，我觉得我是用这4年的经历换得了首奖的肯定。
再来讲讲得奖的影片。我在设计的时候一个发想，虽然嫁给我台湾的老公，但是在婚前就是决定是在上海生活的。来台湾更多的是拜亲访友，当时回来呢是正好是碰到了疫情，我婆婆生病到很严重的程度了。那个时候等于是全家都非常的紧急，就放下手头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我还是有很多律师的工作在身上的嘛，但是我觉得家人比工作更重要。那时候也没有想着交接，就想着说，可能适时的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继续我的工作，也就急急忙忙的就请假，带着大宝就3个人就是一起回到台湾。那个时候台湾因为还没有真正的爆发，在防疫上面措施是很严格的，必须要先经历15天的防疫旅馆。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那个时候真的是价格非常的贵。更大的心理压力是说婆婆她能不能熬到我们防疫措施结束，因为我们真的回来就是想要好好陪伴她的，还是面临着各种离别，因为家人离开的打击等等因素吧，然后也因为疫情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回上海了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我的影片当中，我是有一种失落感在的，因为我到台湾以后，那的确原先的一些大陆客户他们就没有必要找我了嘛。那个时候我说我连路都不认识，那真的是大实话。我们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，我有一个 priority， 我觉得我会把我的家庭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我的事业，所以我会选择说我要生活在台湾。那一开始可能是很多的不舍，放掉我的一些原先的工作，放掉和我自己的父母之间的一个相处的机会，很多都是一个调整自己心态的过程。慢慢的在台湾生活下来以后，可以越来越多的发现说，台湾有很多美好，会让我觉得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是非常自在的。当然我还是会想去隐藏说我是一个新住民的。路上碰到一些阿嬷，他们可能看到我推2个宝宝，他们觉得好可爱啊，可能他们是在说是不是双胞胎这样子，因为讲台语嘛听不懂，所以我就会尴尬，但我又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说我听不懂，所以我就一直这样陪笑，这样有点蠢。为了回应让我自己觉得说台语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所以我后来不是有挑战唱第1首台语歌嘛，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就是让自己去熟悉这个语言。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我还是觉得说我的心是愿意打开的，我是可以去接受挑战的。我的影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源于我对台湾社会的一个观察，台湾人的小确幸。小确幸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社会，而更多的是台湾人有信仰的力量，不只是关注自己的那种需要，而更多的会看到其他人的需要。那我要怎么投入到为台湾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？那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，用我的镜头去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人事物，那其中就包括作为一个客家媳妇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记录一下这个客家的一些文化，比如说是宗族团拜，也是因为这样一个身份才开始去做这件事情。因为第一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本身不会去参加拜拜。第二是因为原生家庭，像我爸爸这边虽然也是一个大家族，但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族之间的那些关系比较远。我在我夫家的这个宗族团拜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看到哇，他们的凝聚力很强。这个时间大家要团拜，然后大家真的会从4面8方赶过来，就为了一起来祭祖这个仪式。另外就是我一个人在大稻埕闲逛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怎么有一个就是湿版摄影，它是一个非遗，就台湾仅此一家。当时我就非常的激动，我觉得甚至可能不是所有台湾人都知道，所以我很希望就是透过我影片能够让很多人来了解。在我的影片当中也有一个公益协会，那也是透过我教会的姐妹去认识了平台的秘书长，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什么叫最真实的勇气，那就是在你缺乏的时候你还能给予，你还有那个希望在，说我要去守护这些孩子们。所以我还把他的故事拍成了另外一个小影片，去参加了另外一场影音比赛，当然那个连入围都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至少我把它拍出来然后发给大家，就是我心里要做的一件事情。要把一个地方活成自己的家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愿意付出，你的手心是要向下的。新住民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弱势的群体，
我觉得这可以理解，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，等于是所有的人脉资源，全都是重新开始的。但作为我们新住民本身，自己的心态一定不是一直被给予的那个角色，而更多的是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什么。当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时候，被肯定的时候，我们的那种自我价值就会被提升，我们看自己的眼光也会不一样。就在这个周末我去教会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话语的力量。讲员就是有说一个实验，就2个人一组，看着彼此面对面，但第1分钟呢就不说话，心里面说对对方赞美的话，第2分钟就是开口说对对方赞美的话，显而易见啊。第2种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那个赞美的力量。所以在这边我感谢大家在我频道1年多以来对我的这种正面的肯定，这些话语它是充满能力的，是让我从0走到现在一个小小的肯定，是密不可分的。真心的感谢大家陪伴我到现在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，这真的是一段非常自在的跟大家分享创作背后的真实故事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，支持其他的路配 YouTuber， 让大家有更多好的作品的产出。